Wise 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型賬戶，但不是一個讓你把所有錢都放進去睡覺的銀行。Wise 適合做，不適合做。根本原因就是 Wise 是 MSB 和發卡行合作的金融工具，不是有 FDIC 保險的傳統銀行賬戶，不等同於你在實體銀行的完整銀行服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獨立離岸顧問Sean，關注我，讓你全球都有人。時間悄悄臨近2026年，我們老朋友 Wise 最近又迎來了好幾個更新和升級。想必對屏幕前的各位華語觀眾朋友們的跨境資產配置的便利度來說，可以直接起到蹭的提升作用。新來的朋友們先別着急問 Wise 到底是什麼，好不好用，什麼情況下用，怎麼開戶。先把我們頻道過去這幾年內關於 Wise 的這幾期視頻通通看完，你一定會少交很多學費。那麼 Wise 在2026年新年到來之際，又迎來了哪些更新和升級？今天的 Wise 有哪些突出優勢值得我們擁有？它還有什麼不足，我們務必要注意規避呢？話不多說 ，Let's get into it。Wise 重要更新一。香港本地賬戶也可以申請了。Wise 一直以來都支持港幣 HKD 這個幣種的收付款，但是大家仔細看這個賬戶，雖然是港幣賬戶，但是它的銀行地址是屬於 UK， 也就是英國的，也就是一個港幣的離岸賬戶。這就意味着別人給你轉港幣，或者你給別人的香港本地賬戶轉港幣，都不能通過免費的本地銀行轉賬 FPS 或者 Chats 來實現，而必須通過 SWIFT 國際匯款通道。Wise 的收款就要產生30多港幣的手續費不說，還有可能產生中間行的服務費，經常是15到50美元不等。但是現在，原來這個地址位於英國的港幣離岸賬戶已經消失不見。當我們在貨幣列表裡邊點擊一下港幣 HKD， 它就會彈出一個確認身份信息的選項，然後系統就會審核你的香港本地賬戶申請了。我這邊的親身經驗，也就是等了1個多工作日，我的郵箱就收到了一封郵件，確認新的香港本地銀行賬戶已經開通成功。那麼，這個新港幣賬戶和 Wise 原來的港幣離岸賬戶到底有哪些區別呢？大家請注意，一起看我的賬戶詳情。除了港幣這個由 DBS 銀行代收的賬號，還可以接收人民幣、美元以及歐元的香港本地打款，而且支持通過香港2大本地支付系統 FPS 和 Chats。其中 FPS 收款完全免費 ，Chats 收款10港元每筆。通俗一點解釋，在 Wise 打通了這個香港本地收付款功能以後，我們就可以像香港當地人一樣，以港幣收款和付款了。這個是不是一大喜訊呢？2. 美國居民、美國公司 Wise 借記卡也恢復申請了。在過去的這幾年裡 ，Wise 在美國市場都沒有發行借記卡，也就是說，你沒有辦法直接刷卡消費 Wise 賬戶裡的餘額，只能把錢轉到別的賬戶去進行刷卡消費。但現在驚喜來了 ，Wise 又恢復辦理借記卡了。注意，不論你是個人賬戶還是公司賬戶，都恢復申請了。這是我的美國公司 Wise 借記卡。11月底我去亞美尼亞組織公司團建，就是用這張卡來應對當地需要使用現金和刷卡的各種場景。注意 ，Wise 對於美國用戶恢復借記卡這件事完全沒有任何的官方公告，沒有發布會，沒有通知，和開通香港本地收付款賬戶一樣，反正就是很 Wise 的低調風格。如果你覺得以上內容有用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關注我們頻道。我們一直在分享最新的離岸銀行賬戶政策更新，特別是面向國際企業家的細分領域。看到這裡，我相信一定有頭腦靈光的企業家朋友要問了：我不是美國居民，也沒有租賃當地辦公室，但是我在美國有註冊有限責任公司 LLC， 現在也可以申請這張 Wise 借記卡嗎？您確實考慮得相當周全，沒錯。大家的美國公司只要開通了 Wise 銀行賬戶，現在都可以申請這張 Wise Visa 的借記卡。但是大家要注意一點，由於這個 Wise Visa 借記卡是美國發行的卡，它目前只支持郵寄到美國境內地址。
總之，我對這次 WISE 借記卡的回歸還是非常興奮的。當然，也歡迎大家在留言評論區分享你們的用卡經驗。2026年，你究竟要不要開通 WISE？ 我的親身經驗總結到底香在哪兒？一、最強應用跨境匯款。我從2020年開始介紹 TransferWISE 的視頻當中就有提到 ，WISE 是一個從跨境匯款起家，逐步擴展功能的數字銀行或者 FinTech 金融科技公司，所以它最強的領域還是它的老本行。我用一個詞來總結，那就是合法錢莊。它以近乎天才的方式打破了 SWIFT 的系統對於跨境匯款的壟斷。它在全世界各個金融高度開放的國家和地區都持有 MSB 牌照，自建超大資金池，合法合規的進行跨幣種兌換、跨國匯款業務。有了 WISE， 我們就有了一套省錢的組合拳。第一步，利用 WISE 的本地賬戶，把昂貴的 SWIFT 的跨境匯款變成基本免費的本地轉賬，先把錢無損的收起來。第二步就是錢到賬以後，再利用 WISE 極具優勢的匯率，在 App 裡邊完成低耗損的兌換，這就是 WISE 成為神器的原因了。最後，關於安全性 ，WISE 是一家倫敦上市的正規公司，在全球範圍內接受像是英國 FCA、美國 FinTech 這樣最嚴格的金融機構的監管，合規標準和傳統的大銀行是完全一樣的。二、多幣種收款。這一點是我的美國公司之所以在 WISE 開戶的根本原因。很多人以為 WISE 只是個轉賬工具，但實際上它更像一個多幣種收款中樞。不論你擁有的是美國公司還是歐盟公司，都可以同時擁有美元、歐元、英鎊、港幣、新幣等等本地收款賬戶。海外客戶給你付款用的是本地轉賬，不是國際電匯，費用低，速度快，體驗也會非常的好。錢到賬之後，你可以換匯轉回到你的美國、歐盟公司，直接用於公司支出，流程非常的靈活。所以 WISE 特別適合一、有海外收款的公司；二、非美国居民持股的美国 LLC；三、數字游民可以從世界各地獲得收入，並且前往世界各地花銷自己的合法所得。當然，提醒一句 ，WISE 非常好用，但開戶合規要求不低，一定要真實規範使用 WISE 賬戶。三、實體卡加虛擬卡，適用各種業務和生活場景。WISE 現在同時支持實體卡和虛擬卡，這點對於公司的日常支出確實非常的實用，像是線上訂閱、廣告費、SaaS 工具費都可以直接用虛擬卡來刷。一旦某個服務不用了，直接凍結或者刪卡，非常的乾淨。實體卡適合線下消費或者差旅使用，比如我上個月前往亞美尼亞公司團建，當地很多场景必須使用現金，我就多次使用了 WISE 的實體卡的線下免費取現功能，確實是非常的實用。在手機 App 裡邊可以一鍵凍結、設置限額、查看 PIN。安全和可控性都非常的高。還有一個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小常識，刷卡時盡量選擇本幣結算，不要讓商戶幫你自動換匯，不然匯率通常會更差。總體來說，實體卡負責線下，虛擬卡負責線上，權限和風險都能夠分開控制，用起來既方便又安全。我的親身經驗總結還有哪些坑？一、WISE 不是傳統銀行賬戶，不適合存放大量閒置資金。如剛剛的總結 ，WISE 更適合用來做收款、換匯、轉賬和日常支出，而不是長期的躺錢。一旦遇到合規審查或者風控，賬戶可能會被臨時限制使用。資金雖然安全，但是流動性一定會受到影響。所以更合理的做法是 ，WISE 用來走流水、提效率，大額資金及時轉到傳統銀行賬戶，這樣既能夠享受到 WISE 的便利，又不會把所有的風險放在同一個籃子裡。二、商業賬戶對經營範圍有嚴格限制，不適合高風險或者灰色行業，比如說 Crypto 相關，尤其是代收和 OTC、外貿代收、資金通道型業務、移民諮詢、博彩、資金中轉，在 WISE 的監管看來都是高風險行業，非常容易凍結或者關戶。三、對賬戶的真實性要求高，尤其是美國公司賬戶，通常需要真實的美國實體地址，能夠解釋清楚你是誰、做什麼業務、錢從哪兒來、錢到哪兒去。
用注冊代理地址、虛擬地址，短期內可能夠使用，但長期是存在風險的。Wise 會在特定觸發條件下，經常要求賬戶持有人補充材料，比如說身份證件、地址證明、資金來源、用途解釋。企業賬戶層面會要求股權架構、UBO 與控制人信息會被反覆核驗，甚至要求你郵件解釋各種為什麼。這通常是反洗錢與客戶識別金融機構硬要求，而不是平台心情。不是你被針對了，而是規則變成默認更嚴格了。作為大家的獨立離岸顧問，我在此還是要給大家一個清晰的總結。Wise 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型賬戶，但不是一個讓你把所有錢都放進去睡覺的銀行。Wise 適合做跨境收付、換匯、過橋、卡支付、短中期流轉，不適合做把全部資金長期沉澱當唯一的主賬戶。根本原因就是 Wise 是 MSB 和發卡行合作的金融工具，不是有 FDIC 保險的傳統銀行賬戶，不等同於你在實體銀行的完整銀行服務。總而言之 ，Wise 加實體銀行賬戶才是一個強安全、高效金融賬戶組合。首先，還是要有一個傳統實體銀行賬戶，比如說摩根大通、華美銀行等等，他們承擔主賬戶資金沉澱長期關係，把數字銀行 Wise 賬戶用來承擔多幣種的調度、跨境支付、卡消費、小額高頻轉賬等等。對於企業用戶來說，最重要的是可持續，而不是某個平台短期好用。如果註冊由美國公司涉及跨境業務，你可以根據其業務流、交易對象國家、資金路徑來做配置安排。即便到了2026年 ，Wise 依舊是那麼的好用，尤其是美國公司場景卡功能補齊後，使用起來就更加順手了。但是它不會100%適合每個人，方便不等同於完美。工具是工具，規劃才是規劃。大家想要美國公司的 Wise 賬戶加借記卡落地，都歡迎來諮詢我們。想要提前規避被 review、被凍結，也可以先做一次合規體檢。爽強，一個最懂企業家跨境配置的頻道。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內容了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你有幫助，還麻煩幫我點個讚，鼓勵一下，或者訂閱我們頻道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